说到上世纪登月，大家第一想到的肯定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可实际上，在这场太空竞赛当中，还出现过一张黑人面孔。他虽然来自遥远的非洲小国赞比亚，却同样拥有超前的想法，甚至对外宣布非洲人即将占领月球和火星。很快，许多外国记者都争相报道了这个赞比亚太空计划。可人们逐渐发现，这哥们的想法越来越离谱，所谓的训练计划更是不切实际。一时间，他的梦想遭到了无情的嘲笑，而他真的做错了吗？我们先来简单的认识一下非洲航天第一人，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马库卡·恩克洛索，于1919年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爱德华被征召加入北罗德西亚军团，他自学了物理、数学、神学、拉丁语和法语，一下子成为了军队里面最有文化的那一个。战后，爱德华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当时各个殖民地都在争相展开民族觉醒活动，爱德华作为知识分子，自然也不甘落后。他致力于反殖民统治的运动，成为了一名爱国者，但时常被殖民局打压，在监狱里面进进出出。上世纪60年代之后，在听说了美苏登月计划后，爱德华就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他解释，小的时候就曾经坐过一次飞机，当时的场景久久不能忘记。当飞机从地面起飞后，穿过云层，那是爱德华第一次离天空这么的近。此后，他便幻想着能够在云端行走，甚至登上月球。那既然苏美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研究登月，爱德华暗下决心，非洲人民也不能落后，他也要将宇航员送上月球，而且要在赞比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那一天，成功发射火箭。对此，爱德华非常的有信心，他的目标就是要在太空竞赛当中一举击败美国和苏联。为了完成这项登月任务，爱德华找到了一个废弃农场当做训练场地，后来改名为赞比亚空间探索中心。紧接着就是宇航员的人选了。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宇航员，爱德华公开招募了一批志愿者，谁能够坚持完成训练计划，就能代表国家登上月球。很快，共有12名宇航员开始接受这个特殊的训练计划。话说，这可是要登上月球啊，总得有点高科技含量吧？但训练设备却是寒碜的可怜，仅仅只是一个油桶。是的，你们没有听错，宇航员需要钻在一个200升的油桶里面，然后绕着树旋转几圈，最后从崎岖的山坡上面滚下来。还有一种训练方式，就是由轮胎制成的秋千。爱德华会在他们荡秋千的时候，故意把绳子剪断，让他们体验自由落体的感觉。最后一招就是用双手走路，因为爱德华坚信这是在太空当中唯一的行走方式。除此之外，就是不痛不痒的热身活动了，就比如跳跳操、活动活动筋骨之类的，这恐怕还不如中国大妈们的广场舞强度了。虽然这些内容看着像是在玩过家家，但的确是非洲宇航员们每天必做的项目。爱德华坚信自己亲自设计的训练内容绝对能让他们尽可能的适应在太空旅行和重返大气层时会出现的失重感。反观美苏两国，严格的体能训练再加上价格不菲的高科技训练设施，爱德华对此笑了。他不是不好意思，而是觉得他们这些都只是在烧钱而已。一个穷苦落后的非洲小国，竟然也想紧跟超级大国的脚步进行太空竞赛，这让许多国外记者都不远万里地赶到了赞比亚，他们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赞比亚空间探索中心。然而，等记者们找到爱德华时，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都惊呆了。爱德华手下的训练员们全部都穿着朴素到近乎有些可爱的宇航服，据说这是他们研究了一番杂志上的宇航员照片，然后用棉花和布 DIY 的。而爱德华本人则穿着卡其色的军装，搭配标准版的作战头盔。记者采访之后得知，爱德华的火箭是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叫做 D 卡鲁，是一个3米乘以2米的鼓形容器。爱德华对此很满意，声称这是最适合太空环境的铝和铜制成的，而且他计划的发射日期是1964年10月24日，赞比亚独立日的那一天。发射地点初定为独立体育场。在回答完记者问题之后，爱德华还补充道：“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我在发疯，但等到我们成功抵达月球表面，插上赞比亚国旗的那一刻，你们就明白了。”采访结束后，记者把在赞比亚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如实报道。新闻一出，爱德华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虽然得到了不少的嘲笑和质疑，但人们至少认识了赞比亚这个国家。更何况，爱德华从不会因为别人的不看好而放弃太空计划，相反，他趁着自己名声大噪，开始写信给许多国家和组织，希望他们能为自己的太空计划提供资金，其中还包括了以色列、俄罗斯、美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于目标金额，爱德华也是狮子大开口，直接提出了2000万到20亿美元不等。事后，他确实收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来信，数量虽然惊人，但多数都是口头祝福或嘲讽。至于赞助，除了一张来自印度小学生的10卢比钞票，爱德华什么也没有得到。起初，吃了闭门羹的爱德华有些失落，
但他的脑回路和一般人总是不同的，因此他也很快就振作了起来，不仅没有动摇太空计划，反而觉得是其他国家担心被赞比亚超越，只能在资金上面打压他。到目前为止，爱德华觉得自己的一些想法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人和苏联人，所以就算得到他们的任何一方资助，赞比亚的太空计划也绝对是要保密的。但即便如此，美国 NASA 还是给爱德华捐赠了一套与太空相关的书籍，希望他能够早日实现探索太空的梦想。作为非洲航天试验的领袖，赞比亚人对他又是什么看法呢？遗憾的是，大多数赞比亚人都觉得爱德华是一个疯子。但不管外界的声音有多么的不友好，爱德华还是在继续训练宇航员们。在这过程当中，他看上了一名16岁的少女玛塔·姆万巴。这里的看上可是一语双关，各位一会儿就会懂了。反正就这样，玛塔被选为第一个执行太空任务的非洲女人。不仅如此，爱德华还安排了2只猫。至于为什么要带宠物上天，原因很简单：一是可以陪伴宇航员打发时间，二是猫咪可以充当探测设备。比如当他们到达月球和火星之后，可以先让猫咪出舱试试水，确认安全之后，宇航员再走出去。下面是1964年爱德华所发表的文章当中的片段。我们一直在通过总部的望远镜研究火星，现在能够确定火星上居住着原始的土著居民。我们的火箭队员准备好了，经过了特别训练的太空女孩玛塔·姆万巴、2只猫和一名传教士，他们将乘坐我们的第1枚火箭升空。不过我警告过传教士，如果火星上的居民不愿意接受，他就不能强迫对方接受基督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没有资金支持，许多志愿者眼看没了报酬，陆续离开了，就连爱德华的得力助手也都离他而去，加入了当地一个部队歌舞团。这让爱德华很是伤心，他跟记者抱怨说，我就知道他们对太空计划不够上心，对他们来说，乱搞男女关系比研究月球更加的重要。然而这话说的有点早，因为接下来玛塔就宣布了怀孕的消息，爱德华要升级当爸爸了。这下太空计划也彻底被打乱，而爱德华却归咎于殖民主义的黑暗势力，正式宣告太空计划失败。那好了，故事看到这里，其实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赞比亚的登月计划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会怀疑爱德华的精神状态。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研究过。有一部分人认为，爱德华曾经在反殖民统治的运动当中多次入狱，肯定遭受了不少酷刑。爱德华很有可能因为这些折磨，精神逐渐崩溃。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爱德华表面上是训练宇航员，装疯卖傻，实则是为了掩盖他的政治阴谋。旧金山纪事报的专栏作家亚瑟·霍普写过一系列有关于赞比亚太空计划的文章。他认为，爱德华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反讽。讽刺的是，苏美为了进行太空竞赛，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不过，不管结局如何，在这个穷苦落后的非洲国家，至少也曾经诞生过伟大的太空计划，挺不容易的了。至于爱德华本人，我觉得把他称作为科学家肯定是不够格的，不如将他看作是某个教派的领袖。他利用了人们对于太空旅行的向往，赢得了一批跟随者，甚至跻身于太空竞赛。这个想法确实挺超前的。毕竟他生活在落后的非洲国家，还能不顾一切坚持自己的梦想，实在是难能可贵。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爱德华是个疯子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真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